今天是元宵节，我跟老板娘晚来了一会儿，结果门口就排上队了。我寻思着元宵节好像也不放假呀，今天啥日子呀？我俩就晚来了一会儿，怎么门口就这么多人了？正好生化危机，你在干嘛？平时你们也不来这么早。元宵节不得来早点。现在我们刚开门，1楼大店是开始在这里玩《生化危机9》了。这一代的《生化危机》的话，口碑非常的好，在我们店也算是玩的比较多的单人游戏了，最近还算挺火爆的。但我看顾客在玩的过程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：这个游戏的主角他作为一个 FBI 的探员，他一个人去执行任务，他就带了9发子弹，这也太不合理了。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游戏，我是坚决不会玩的，不是因为我胆小。好看。要是我现在就出门了。出门了吗？要是我这个游戏，我现在立马关了。回主界面了。回主界面了。现在我们楼上大厅也有3组顾客了。这2位女生的话，现在是在玩茶杯头，还是我们楼上的游戏氛围比较适合我，因为我是一个不敢玩任何恐怖游戏的人。如果我强行去玩恐怖游戏的话，我会生理性的恶心，就算它没有恶心人的画面，我也会恶心，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。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不算是少数吧。这里我做一个小调查，如果大家平时敢玩恐怖游戏的话，请在弹幕上打1；如果不敢玩的话，请打2。反正我觉得弹幕上的2一定会比1更多的。我们在店里聊了一个电影《十兄弟》，全店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。这个电影我怎么记得当年中央6老师演的？我没看过。它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那个电影，就是它里面这10个兄弟吧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殊技能，然后有5个兄弟被那个当地军阀给领走了，有5个兄弟跟他的亲爸爸亲妈妈生活。就你自己看过，真有这么个电影？哎，那我再说个出名点的电影，《百变星君》，你们看过？那肯定看过呀。你俩看没看过？你俩没看过《百变星君》？周星驰演的。周星驰吗？就他可以变成个马桶。啊，没看过。我去，完了。不是，我听都没听过。听都没听过。这个《百变星君》，我保守估计，我最保守的估计，我看了8遍以上。8遍？电影频道看的啊。电影频道以前老，他3天2头的电影频道都来一遍。他是不是还变成了一个什么类似于微波炉啊？他最后变微波炉把那个人给烤死了。他把那个人他变成个老太太了。他最后那。哎呦，你学还挺像呀。小赵也看过吗？我看过。我周星驰的电影我都看了。你看你们这俩中灯就有点整不明白了吧？中灯不懂。小夏刚刚说他不会下，所以天哥就战胜不了他。因为我不会下，所以你赢不了我。这怎么掏出来的？就像小孩永远也赢不了我。那不一定，万一你打上大师排到他。不是，我打上大师我也遇不到他。万一欢题不语。不是不语，我让欣姐拍拍，你看这是天哥是没东西了。给大家看看吧，我有点看不太懂。这是天哥语言中的没东西了。你闭嘴吧！我真没东西了，你这个人说的话给我暴露了。点不点投降？点了。之前就是周凯也是愿意跟我下军棋的，自从有一把我司令把他军长上来，我第一步我司令把他军长杀了，他再不跟我玩了。怎么了？一巴掌记下了？我不按常理出牌的，司令还得放第1行冲锋的。司令冲锋。然后他军长后面还没炸弹，他投那把之后他再不跟我玩了。杀穿了给他。第一次感觉 B 站视频变成现实看到，竟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。就明明是第一次来，很熟悉。熟悉的，很多一些小细节都感觉。哇塞！这是我们店从上海来的顾客给带的大白兔奶糖，我觉着可能上海最出名的特产也就是大白兔了。像我小的时候，几乎都得20多年前了，大白兔是我们这儿几乎过年家家户户必备的一款糖。现在楼下大厅几乎又要全坐满了，这4位女生在玩桌游，玩的是叫现代艺术的一款桌游。这个桌游的作者是一个数学的博士，要不然说数学的博士很有含金量，竟然连桌游都可以做。上一期视频我看有一个观众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他说把爱好变成工作之后会变得无聊，问我有没有这种感觉。其实对我来说的话，就是我的爱好变成工作，我没有觉着任何的无聊，反而我还觉得挺爽的。我觉得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游戏它并不单调，每年都会出非常多的游戏。如果我玩了一款我不喜欢玩的，那我就再玩下一款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虽然我现在的工作跟游戏挂钩，但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玩游戏，我还要处理店里各种很繁琐的事情。所以说，在我的眼里，游戏是永远不可能跟无聊挂钩的。
现在我们楼上大厅的顾客也在玩《生化危机9》这个游戏，我觉得对电玩店有个非常有利的地方，那就是它的价格太贵了。数字版的话，它要480块钱，实体版的话要550左右。那我为什么会说它对我们有利呢？那就是它的游戏时长只有10小时左右，相比较价格来说的话，真的太短了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旭哥。哎呦呦呦！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哎呦，马年第一次相见，下盘军情吧。完了，我吃的零。走了，先走为敬。现在我们楼下大厅的大电视又开始在这里玩街霸了。最近我们店里很多顾客都已经染上街霸6这个游戏了。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街霸6这一代它有一个叫做现代模式的东西，就是新手特别好上手。它让原本不敢接触格斗游戏的人，觉得格斗游戏太难的那一批人愿意来尝试格斗游戏了。现代模式我觉得真的是街霸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它让这个游戏的门槛变低了非常非常多。玩节奏游戏。玩正大师呢，这是快点做吧。出什么货了？这个东西很牛逼吗？这个东西比我身上的好。很难出吗？不好出，这会儿能卖人民币至少30块钱吧。可以。暗黑破坏神这个游戏可能现在年纪小的朋友都已经不知道了，但是这个游戏的话绝对是传奇中的传奇。它不但影响了很多游戏的玩法，而且它每一代出来都会创造一个历史。当年暗黑破坏神3出的时候，首日同时在线人数470万人，这个记录在买断制游戏里面至今无法有人打破。但是我感觉这个记录今年就要被打破了，而且可能是翻倍的被打破记录。啊，还有人给咱寄牛奶？这不是牛奶。柜内4个折叠腿为桌板配件，直角码和连接片是用来修柜子桌子的，红色为打孔定位器。这是给人寄了修店里东西的配件吗？他给咱寄了一套修店里东西的配件。我们店里现在开快递真的是纯开盲盒，我今天竟然收到了一整箱维修店里面桌椅板凳的配件。最离谱的是这些配件我是真的能用得上，今天正好秀动子把店里面的配件给用完了，我就用心寄来这些配件，真的非常的合适，这真的太夸张了。哇，真的是大工程。这个凳子我觉得已经不可能有人把给弄坏了，我给他们做个记号。哎，看以后它会不会坏。就是咱们几个月前在星露谷音乐会见了一次，然后他们又来店里对，他上次就说一定要来店里喝百花。好难喝呀，这个东西好难喝。你喜欢吃折耳根，你喝不了舌头水。好难喝呀！我觉得舌头水比折耳根好喝100倍。这个这么好吃，折耳根就是我们四川省的第2省菜。我接受不了折耳根。豌豆尖。豌豆尖是什么？真没吃过吗？你明白？豌豆尖我们没听说过。每一个四川人，冬天就是每一个四川人心中的省菜，我们愿意为了它吃火锅点鸳鸯锅。我们这省菜是豆角子。我们山东省菜豆角子。别有耳闻，就是卡皮巴拉吃了都变绿的那种。这一位顾客他是一位四川人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在四川冬天有一个必须要吃的菜叫做豌豆尖儿。大家有人吃过这个菜吗？我觉着好像北方就不产这种菜吧。我们山东作为一个超级蔬菜大省，我连听我都没有听说过。老的不要，老的不要。豌豆尖的花语是老的不要，只吃嫩的。现在已经晚上9点多了，楼下大厅还是挺热闹的。这一组顾客的话在玩德国蟑螂，是一个纯心理博弈的游戏。然后这一位顾客的话也是在玩生化危机9，最里面大桌的这一组顾客的话是在玩我们山东省的国民级桌游，叫做斗鸡。打斗鸡为什么会这么火呢？我觉得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游戏里面既有单挑也有配合，而且还有一个很刺激的机制叫做进购。就你这一把输了，你要在下一把把你的大牌进购给上一把赢了的人，这就会让这个游戏在不涉及到任何利益的情况下，也会刺激你的多巴胺分泌，让你越打越上头。现在老板娘和小夏在这里玩街霸，老板娘现在用的就是现代模式，对于新手来说真的非常的友好，因为现代模式可以一键放必杀技和用一键连招。现代模式的缺点就是在你用一键必杀技的时候会有20%的伤害削减。其实当水平达到某一个地步之后的话，你还是要去学习手搓必杀技和手搓连招的，因为这20%的伤害对于高手来说的话真的太重要了。所以对于街霸这个游戏的话，快可能是慢，慢可能也是快。
那现在时间不早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一定要给我们投币点赞，关注一下，尤其是投币各位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么咱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。